因为我在加入反正浪之前，我一直以来做自己的一些短视频内容，但是都不成功。套 Chloe 的话就是这些内容很烂。Chloe 你真是这样子讲他，不是烂，就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啦。看了你们的这个频道，你们创台还没到1年，你们订阅人数4.3万人，这个成长速度惊人，很厉害。你们自己有预期到这个发展吗？没有，坦白说没有。我还记得我第一个会议跟我们的大家的 management team 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讲，这间公司3个月里面一定要 break even， 因为我们都知道做制作是很烧钱的，因为其实3个月我们的流量还没有起来，我们的这个追踪者人数没有起来，然后我们也还变现不到从我们的内容上面。其实我们到去年12月，我们全部 co-founder 都没有拿薪水。可能很多人会跟我讲 ，OK， 可能我要有1个 million、5个 million、10个 million， 我就叫财富自由。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可能我什么时候可以不用为了钱而烦这样子，我不用到大富大贵，当然如果再富一点的话，就是可以有一点点的钱去旅行，这个就是我理想中的财富自由了。是你在旅行这方面也是很执着，是不是？对，意见相左了。是我们虽然这个公司创立了不到1年了，他旅行了3次了。巴厘岛。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 财经所制作的。你好，我是伟健，这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理财好好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的嘉宾呢，相信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呀？如果你是有看经常在网上看这些财经或者金融资讯的话，你们都懂他们是谁呀？那提到呢，马来西亚近期成长最快的一个财经内容频道之一呢，我们一定少不了就是 Finance 郎了。在不到1年之内呢 ，YouTube 的频道订阅人数呢就突破了4万大关。他们把硬邦邦难消化的一些财经数据还有知识呢，翻译成了最接地气的人话。套他们节目的介绍呢，他们的风格就是 We talk finance, but we keep it casual。那今天呢，我们不只是要聊干货，我们也要聊一聊他们幕后的故事啊。事不宜迟，马上请出Finance 郎的2位主持人 George 和 Chloe， 你们好，欢迎你们。Hello Joe， 你好。Hello， 大家好。好，首先呢，我一开始我一定要谈一谈你们的这个起源，你们的 origins。所以呢，一开始你们2个是怎么认识的？然后过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们决定一个职业财务规划师，还有一个理财小白，这个 combo 组合在一起的呢？可能我先来吧，因为我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Finance 郎是由 Chloe 和我们的另外一位和我们的另外一个 co-founder Daniel 他们一起去创立的。然后在创立的第1个月过后呢，就因为一些内部问题，然后我就才介入这家公司，进入去担任 CEO， 然后去引领整个团队一起去发展。那为什么会有我们2个人？一开始坦白说 ，Finance 郎一开始是他是当主持人的。然后因为我加入了过后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好，我要在这里建立我自己的一些内容部分。因为我在加入反正浪之前，我一直以来做自己的一些短视频内容，但是都不成功。套 Chloe 的话就是这些内容很烂。Chloe 你真是这样子讲他，私底下不是烂，就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啦。我觉得可以 make it better。OK， 有你这个就是虽然是理财小白，不过你在 content creation 方面你算是有经验咯，你就带领他是不是？可能我说一下我的 background， 因为我其实是读 multimedia design，所以其实我的强项是在制作视频这一块，然后我自己也比较感兴趣在 editing 啊、做内容啊、写稿啊这一些东西。然后我毕业过后，我就有在一家公司上班嘛，我那时候也是做了一个 podcast， 然后我那时候才发现我其实很喜欢做这样子的内容。But after that 我就离职了，然后就接触到 Daniel， 然后当然我们中间是还有通过一个朋友来叫 Nicholas， 也是我们其中一个 co-founder， 然后就认识了。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讲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 podcast， 然后他们就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还蛮小，我才23岁，一个刚毕业波波吹的人。然后我就心想，波波吹自己家的。对，然后我就心想，这样就不如 try 咯，因为我其实本身对 finance 来讲，其实真的不熟，但是我有兴趣在那一边，我也想要把这样子的 knowledge 变到很简单，让大家一起去学习。我觉得 eventually 每一个人，无论你的年龄是小还是大都好，你一定要学会怎么样做 finance，就是理财这一方面，你一定要懂有这样的知识。不过我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你们是一开始就觉得要这样子的搭配嘛，就一个专业，然后一个小白这样子一个专业配搭在一起嘛？算是后面后来这样子的决定，就是对，可能6月加入了过后，可能在去年7月的时候，我们就刚好试到了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方式搭配，然后觉得还蛮不错，因为小白可以问出一些我平时很难去解释到的问题，所以他问了我才能去回答他的时候，我现在解释嘛，那我才能解释到更加小白、更接地气的方式。在他眼里，我所谓的小白问题就是比较真的会有人问的问题咩？不过其实你真的是做到很好了，因为如果你专业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我不需要了解还是什么，我这个大家都懂的。对，不过其实你这些才是真正很多人想要问的问题，不同人的角色吧，可能是。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第一支就是你们刚刚就是创台初期，整个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个市场的那个回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开始制作的时候，市场回响其实并不是很好。我们从6月是发布我们的第一支嘛，第一支视频，然后我们其实到8月的时候，我们的整体全网，我们就看全网吧，全网的追踪者应该少过5000人。应该很低。那个时候我们就专注 YouTube 吧，YouTube 那个时候应该才1000-2000多人。然后是在8月份过后，因为我们的一些其他的 topic， 然后有了这个火爆的情况之下，那大家才开始关注到我们，那整个制作才开始慢慢的起来。不得不说，其实那时候刚开始发布第一支的时候，其实我们团队那时候其实也才讲真正有在公司的话就4个人，因为那时候 Josh 其实第一期有在吧，他那时候是作为一个嘉宾的身份嘛。然后那时候我们自己制作视频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紧张，也是很手忙脚乱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个 Reels 其实可以破1000个 view， 我们都已经很开心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一 post 你会一直看，哇几百，哇有比昨天好一点 ，Oh my god 破1000了，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们不会好像觉得一开始好像那个流量不高这样子，而且你就会感到气馁的感觉，好像人数不多，你们不会有这样子的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做这个 podcast， 我就是觉得一定要给他一个半年的时间去做。如果半年那个流量还不好的话，你会怎么样呢？假设问啊，我应该会自我反省一下，看一下到底是哪里出错，因为我觉得只要你有心想要去做好的 content， 真的不怕没有人看到。所以不会好像半年我们就是 inspect 它不好的话，我们就不做了，不会这样子。除非我们大家真的亏到没有钱了。也应该会比较不会是因为当开始创办过后6月我才正式加入这家公司。我还记得我第一个会议跟我们的大家的 management team 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讲这间公司3个月里面一定要 break even。我讲因为我们都知道做制作是很烧钱的，在器材方面，在人才方面，然后如果我们不能去 monetize on 我们的这些 contents 的话，那我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3个月时间，这个公司一定要能自己生存。那能自己生存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的流量不能突破，那我们还是要想什么方式可以去做。所以我们其实在7月8月的时候，我们就想了，好，反正我有人才嘛，那我就去问我们的一些客户，那些金融机构，像 Bursa Malaysia 这些，我讲你们有没有需要到做制作，我们可以下来帮你们做制作。所以其实我们幕后有在帮金融机构做制作，来维持我们的生计。那个时候是现在还有吗？现在它开发变成了我们的一个 service， 并且我们也有了这个团队嘛，变成一个支线的感觉了，是不是？对。不过你们的主要的那个主攻的那个业务还是你们的那个 content， 你们自己的那个频道媒体平台对。因为其实我看了你们的这个频道，你们第一期节目就是在去年6月播出，然后过后现在创台应该是还没到1年，将近1年了，可以说将近1年，你们订阅人数4.3万人，这个成长速度惊人，很厉害。你们自己有预期到这个发展吗？没有，坦白说没有。来 Chloe 你是怎么样的那个发展？你觉得太快了吗？还是怎么样呢？我是真的有点吓到，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就想说 OK， 其实基本上破5000我觉得都很快啊，因为我们应该是8月左右就破5000嘛。对，我觉得这个速度是有点吓到我的。我觉得我讲 OK 1年里面破10,000应该都算 OK 了，结果现在看回去1年还没到就已经破了40,000，恐怖，很恐怖。但是我必须得说，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因为中文圈子很少人在做类似这样子的 content， 我觉得还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在。3，我觉得是有一些贵人啊，可能就是讲上来我们 podcast 的一些嘉宾啊，就是很好，真的是没有因为我们刚起步然后就讲不要来这样子。是对，所以我觉得是很感谢每一个上过我们 podcast 的嘉宾。是你不要说你，其实我自己本身我邀请到一些好像例如邀请你们或者邀请其他嘉宾，我也觉得哇很荣幸，就是你们竟然能接受我的邀请上来这个节目来聊天，这个是很难能可贵的，是不是？那是肯定的。VFM 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名字在这个市场上。因为你们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个比较好 penetrate， 你知道吗？就是年轻的这个 market，因为很多想要了解这个理财知识，不过他们就在那种很官方的那种
财经时报啊那一些之类的来看，他们觉得那个内容很难消化。对，你们是比较讲人话的一个感觉咯，是不是？是，他就一直在学习如何去把这个内容做得更加接地气。对，好，其实说到这个贵人呢，我们等一下很快我们就要谈谈这个贵人是谁啊。不过首先呢，我想要来谈谈你们的这个节目内容，其实你们已经是 cover 了很多的理财课题，真的很多，房产啊，然后过后股票投资啊之类的各种的投资工具，你们都有谈到。你们觉得什么课题是最能够和大马的普遍观众产生这个共鸣，戳中大家的痛点呢？来 ，George。从我们的过往数据看其实有几个 topic 你一聊基本上大家的这个 engagement 大家的参与度会很高。第一个肯定是聊 EPF 这个课题，真的是不是？我相信你们也有关注到吧？对，只要我们一聊 EPF 这个课题，我们就发现流量其实蛮高的，大家都有讨论度。然后第二个我们自己后来有观察，就是只要能聊怎么样去赚钱的这个课题，其实蛮多小白以及年轻人都想要去探讨的。然后再来保险吧。保险的课题我们也聊过一期保险课题。那我为什么当时会去聊保险？其实是因为市场告诉我这个课题一定会很多人会 share，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有很多保险 agent 嘛，然后是很多朋友告诉我，你只要讲的是很中立的保险的这个知识，保险 agent 就是你免费的这个宣传distribution 平台。对，确实真的是如这样子。我们的每一支 reels 我们的 repost 在我们的那个 story， 我们可以看到有人 post 嘛，基本上是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创台最高的一个转播率，就是保险的课题。保险的课题是 OK， 保险的课题。那么我想问一下 Chloe， 你觉得为什么这些课题会跟普遍观众产生那么大的一个共鸣呢？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好像讲 EPF 保险，其实和我们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再来，我觉得通常我们会报的 content 一般都是会戳中年轻人的痛点，就好像我们讲刚刚还有一种 content 是如何致富之类的嘛。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有一种心态，就是我要在最短的时间赚最多的钱，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的 content 就会吸引他们来看。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会有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在于赚快钱应该要讲去赚这个快钱，他们可能会走灰色产业，还是比较偏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有这个必要去 educate 他们如何才是正确的慢慢去 grow 你的财富。其实说到赚快钱之前，相信在Bitcoin cryptocurrency booming 的那个 era， 就是在疫情之后的那个 era， 是哇，它虽然它低谷下来，如果还又再反弹回来嘛，那个时候我真的就去街上好像去买东西吃还是什么，如果是要 queuing 的话，我真的有几次我看到我前面的年轻人，他是在做 trading 的，就是在 Bitcoin BTC。恐怖，就是你在打包东西，你也在做 trading， 很厉害。是，不过还是要先了解之后，你才去touch 那个工具，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说到另外一个课题，刚刚你们没有谈到的，就是房地产。对，房地产也是。房地产这个我也想要了解，因为之前你们和房产专家一恒做过一集，就关于年轻人买不起房的一个课题，这个回响算是 view 最高的一个 video。目前我们的 top 5的 top 2的 view 吧，应该还是他那个破200多千，他稳坐那个前面的那个位置，稳坐榜首。对，其实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小红书经常会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会觉得，特别是游子。他们去面对一个好像老鼠赛跑的一个很绝望的一个循环，他们会说他们薪水不高，刚出来社会，一薪水不高，二他们买不起房，他们只能租房，如果租金呢每1年2年 contract renewal 又要涨，所以面对一个这么绝望的一个窘境，你觉得要怎么走出来呢 George？ 我觉得年轻人嘛要买得起房，首先我觉得有很多层面去看。第一，可能是你是想买房自住嘛，还是你想要往投资的角度去看？这个我之前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也去特别的去跟一恒的时候也去沟通跟讨论这个课题。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可能你刚才我们提起游子嘛，我们先不说租房，我们先说买房这一块。很多人其实当他们去看买房的时候，他们都讲好，那我一定要越年轻越早买房。我跟Chloe刚刚认识不久的时候，他其实也是，然后我也想要买自己的家这样子。现在买了房没？还没，不要担心。他被我劝退了，被我劝退了。
Josh， 你买了房了没我有了一间投资的。 ？OK，是来，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开始先了解自己应该要什么。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要投资，那你就别往想要拥有一间房子开始，我觉得这是应该做的。那可能第二个课题，我们就回到游子租金问题这个部分。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可否认这个租金高昂这些问题是肯定存在的，对，但可能不能在一个平衡点中去达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尤其是游子也好，不管还是游子啦，其实很多年轻人就是我要舒服的，那可能在他们的角度是舒服为主，租金可能是次要的，所以我不会去选择最便宜的那一个。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舒服了，他讲哎呀，这租金怎么这么贵？知道我这开销，可能他那个租金贵的地方，那个底下吃的都是高级的咖啡，对，他们都不懂他们自己要什么了。对，可是当我就给大家另外一个更好的例子吧。我的弟弟在去年来到了吉隆坡念书，那个时候他上班在 KL 市中心，就在我们 KLCC 的 office 附近，然后在市中心，他 MRT 就能到。那他的角度就是哪一个地方有 MRT 可以达到，然后租金是一定要便宜，所以他的第一个考量点不是舒服，不是我住的舒不舒服，而是租金如何。所以他可以在 MRT 能到达的情况之下，他找到一个房租只需要500块，还包含他的水电费的地方。这个是大海捞针。对，但其实是可以找得到的，就只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跟心思去找。那你找到了，他又不会觉得租金很贵；第二，他又可以到他的公司，他的主要的这个目标都达成了。那第三，他才考虑舒不舒服嘛。如果很多选择，他嘛选最舒服的那一个。他懂他的 priority 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解决年轻人，马上可以解决他们当下这个痛点的。然后再来就是如何去提升收入的部分了。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要问，也是想要问 George， 因为其实你自己也是一名职业的财务规划师嘛，你之前你在你的频道上面，你就说你自己花了很多钱去上课程，对，是不是上了很多课程？对，所以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今年已经是29岁，是不是？对，29岁了，所以你就是又是职业的财务规划师，然后你又经历过那么多，又创办自己的公司，然后又听了那么多课，你觉得你本身那么多年以来，你一直秉持的一个理财观念是什么？就你一直忘不了的。我一直保持这个理财观念是，学习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学习，我从过去吧，我自己看着身边同龄人，跟看着我自己之前在做财务规划师处理的一些个案也好，我会发现到很多人对于学习这一块，他们当成是一个开销。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恰当的一个观点，但也没错，因为很多人他们就觉得我花了这笔钱，我花了这个时间，花了这个精力去学习，我要有那个 ROI， 对，我多久可以赚回来这一笔钱？那可能如果你以这样子去思考，你要看当下的回报的话，这就在于你自己愿不愿意努力去实践你学习到的东西嘛。那可能很多人他一开始他愿意踏出那一步，他去学了第一个，回来他觉得没有用，浪费钱，他去第二个，回来还没有用，他觉得浪费钱，他就觉得上课是没有用的，浪费的。可是如果你今天你去学的，回来你都有学以致用，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放在你自己的改变在你自己的这个习惯当中，我们讲久而久之，你一定可以看到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就以我个人为主吧，我去学了如何做投资，我去学如何做管理，我去学习如何与人相处这一些东西，如何更容易的去跟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这些我看回去到现在，我都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公司里面，大家都知道，我在面对客户方面，我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可能都比较得心应手。那这些东西，如果我没有去上课，没有去实践，可能我现在也不会拥有这样的一个技能。那可能在这一块我还是很生疏，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秉持到现在的理财，我觉得最重要。而且，当然你必须在你的金钱允许的情况下去实践。如果你觉得好，那当下我很年轻，我存的钱还不够。我的第一个 priority 是先存钱，那其实可以买书啊。我是一个超爱看书的人，我身边的朋友，我的同事全部都知道，书橱我的家的不够，我搬进 office， 搬进第一间 office 不够，我再放弃第二间的 office。所以就是我很爱看书，因为我觉得书是一个很便宜，一个50块60块就可以让你学习那一个作者一个可能很精髓的一个理念，他的思想，对，是他的思想。所以我觉得学习是最重要的，在理财里面。
好，明白。好，其实 Chloe 接下来我们说到，因为 George 刚刚说要学习嘛，你现在做这个频道，你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因为你是理财小白，对，所以呢，你只能自称你自己是理财小白。你现在录了那么多期的节目，你觉得你看到你自己身上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呢 ？In terms of like 理财这一方面，理财投资算理财的一种吗？算 OK， 这样我就讲我自己的习惯吧。因为我刚开始接触 finance 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是那种有点 FOMO 和跟风派。我相信这个是大部分人接触投资的一定会中的一个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很常去看那些别人 share 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经历，这样，感觉这个股可以买，现在要进场啊，要快点追啊，不然等一下就会错过之类的。然后我那时候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我一天就亏了好几千块，那时候很夸张。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有跟我的一个朋友讲，然后我的朋友就讲怎么你会去买这个东西？我讲我看到别人分享我就买哦。对，这个就是我以前的经历。然后我那时候是买美股嘛，就是可能看不来美股还是他们的 sub 出来那种 ETF 之类的那种，是叫 ETF 吗？ETF 呀、对，然后就很夸张，你懂美国市场就是那种疯狂波动的那一很种。volatile，对对，然后后来我还去接触过 option，就是期权。这个应该是很 master level 才会碰的东对，西然后吧。我就是因为看到别人这样子分享，然后我就是没有去做我自己的 research， 然后我就是这样子傻傻去买啊。所以我的前面真的是亏过很多很多的钱。然后 after that 认识了 Josh 过后，我就有一直去跟他探讨这个投资路上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录整个 podcast， 就是这一年来我学的东西。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不要冲动，就是 even though 你已经发现到这个东西好像不错，但是你一定要先做好 research， 然后先看，就是不要盲目跟风，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 SOP 在，然后自己去对这个公司的调查到底够不够深，然后你才去做。当然你也不要 all in 啦，因为我那时候就是 all in 的一个状态。对，然后后来我才懂原来投资工具有这样多种，然后是有分高风险啊、中风险啊、低风险啊，然后你的钱其实可以分多少%在这里，多少%在这里，多少%在这里，然后是根据自己的一个状态，你想要达到的一个 goal 去分配这些 percentage。这个我觉得是我这一年最大的 biggest learnings。 Yes， 当然还有就是理财方面理财方面其实以前也还好，只是我不会。现在就是更懂那个理财的 step 应该要怎样去做吧。我整天请到那些职业财务规划师上来，他们一定讲就是要有那个 emergency savings 咯。对3到6个月是不是？对，在我的角度是6到12个月。6到12个月。对。哇塞咯！因为我觉得经历了这个 COVID 过后其实3个月其实并不能保证太多。我们用 COVID 那个 MCO 就可以，就 MCO 啦、CMCO、EMCO 等等，这样经过来之后超过那3个月，超过那6个月，所以我觉得只有3个月并不是很足够啊。很认同，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之前是做媒体的，因为媒体特别是做新闻，它就没有停工，所以我就感觉不到那一个迫切感。不过你讲的这个是非常对的，就是要有更长的这个积蓄，才可以应对这种我们不确定性啊。对。那么 Chloe， 其实我想要继续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到投资这一方面，你现在的一个投资理念，你就是说，你会先观望，你会先调查、了解之后，你才入场，是不是？你现在比较多是投资在哪个地方呢？哪个市场呢？什么工具？OK， 其实这一年来我一直都很想要去重新 allocate 我的整个 portfolio， 只是因为这一年我们都在创业当中嘛，所以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研究每一个公司或者讲每一个股票，所以我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放在 money market fund 比较多。然后当然我也是有去 try to 申请 IPO 啦，只是目前都还没有中过。然后后来当然我们也有在聊着新闻的嘛，然后我也是偶尔会加问，这样子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这样 allocate 我们的 fund， 就是帮观众问，但顺便帮我自己问。我自己也是。是吧？然后就假听讲OK， 存子弹 OK， 存子弹就不要乱动，就 OK 好，不要乱动。访问完之后私底下再问他，你这个怎么样啊？那个怎么样啊？对，我有时候会假 text 他一下。要好好利用我们的资源嘛。对，这是挺对的，是不是？挺对的。那么其实Chloe， 其实你听了 George 那么多的一个建议之后你觉得哪一个是你到现在生活中你一直是有在运行的，有 execute 的，哪一个是最有效的？你觉得那么多的一个建议，他在节目当中分享啊 ，in terms of like investment， 然后过后finance 那么多。execute 最有用的一个建议啊，对，他太多了，是不是？他给你很多建议，太多了，因为孩子在骂我，不是骂我啦，给我忠告。OK， 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有看过我们 podcast 的人应该都懂，我是 Tesla 粉啊、Apple 粉啊这种，就是很热爱科技股的，就是那7大股。然后他就讲，
就是你们这种，不是，就是讲我们这种，就是盲目跟风，对，盲目跟风，然后就是没有调查，是它会涨，可是它为什么会涨？你懂为什么吗？他这句话直接点醒我，我直接是我懂它会涨，但是我其实不懂为什么会涨，然后我就才开始意识到我是整个投资逻辑是很有问题的，对，然后就那时候开始我就直接对我整个投资的叫什么思维开始改观了，对，然后当然还有就是讲到理财的话，它其实也有它自己的一个 SOP 在，就是有那4个 step， 对，来。在虽然我知道有些人听过，不过我需要你在我们节目这边再分享一下你的那个 SOP 来。OK， 我觉得在理财方面，这个也是我经常在我们的节目私下我也是告诉他聊的东西，就是第一个 step， 大家一定要先去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个 cash flow 的这个部分，就是我怎样去把我的这个收入以及我的这个开销去做到一个很好的比对，很多人连这一块基础都没做好。那第二步呢，当我们知道了我的收入能高过我的这个开销之后，第二个步骤我们要去做的是风险管理的部分。风险管理就是你的储蓄有没有够，就是有没有到那6到12个月的这个 emergency fund，那你有没有做好你的保险的规划，那这就是在风险管理的部分。那第3点我们才开始去介入说，好，我已经存好了我的这个6到12个月的这个 emergency fund，我的保险也做好了，那我有多余的钱了，那这一步我就可以开始去规划我未来要做到的东西，所以这是投资规划的部分。在这里呢，我们要去找出我们的目标先，我们不要急着先去投资，先找出你的投资目标是什么。可能你想要是退休，可能想要短期5到10年，你要先买入你的第一家房子，或者你要做房地产投资，你要先去把它规划出来，需要多少钱，你现在的本拥有的 capital， 你要需要多少的复利，那需要每个月或者每年还能投入多少资金才能去达到。那这是第3个 step。那第4个 step 呢，就是去 allocate 你的投资组合。那这4个步骤做下来，你才是一个更稳定的。但是很多人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年轻人，第一个 step 都不做好，就是跳去第4个 step， 就直接进去投资。对，我不了，而且还是 all in。对对，就可能你刚刚问到嘛，他学到最多什么，就是可能他以前就是直接去 step 4。那现在就是把它拉回去我要从 step 1开始去做。可是 Josh 现在我相信年轻人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顾虑，就是哇，如果我不 all in 的话，我这样子分散的话，它的 returns 很慢，你懂吗？因为我投的那个本很低嘛，是不是？它回来的那个 returns percentage 相对比较小一点。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 rebut 呢？年轻人的一个 rebut？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是很对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本金低的话，其实你的分散投资不需要分散到过多的投资工具。什么叫投资工具呢？可能信托基金加一个工具，股票一个工具， ETF 一个工具，房地产一个工具，这是4个工具。如果你的本金低，那你去找好这4个工具当中哪一个是更适合我投资目标啦，更适合我目前的资金，更适合我目前的风险承担能力。可能你找到的是股票。好，那你的 diversification， 你的分散投资，则是在股票里面先分散，不要说我 all in 一只股票苹果或者 Maybank 什么，不要，可能在里面我就去做一个分散，可能高风险的高成长的股票我投资一点点，那是可能一部分我投资去一些比较稳定的股票公司，那这就是一个分散投资。直到你用了这个工具达到了一定的规模，那么你的分散投资，可能我们说你达到了你的第一个100千、500千到100万，那你才知道说好，这个时候我需要 diversify 去不同的投资工具。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有 ETF 你可以有信托基金房地产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 true 的道理，就是说因为我的本金低，我还年轻，我就不投资，我就 all in。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而是看工具，再到工具里面怎样去分散，我觉得这更为重要。明白。那其实说到这个allocation 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收到的，就是薪水一进来之后呢，他们就会开始 allocate。很多人就说今天25号发薪，26号我就已经没有钱了。他们很多会这样子。对。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要问的就是家用，给家用的这个问题，因为我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会有这样子的帖子，到底要给多少？要不要给家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看到政府早前呢，他们就是还在考虑，就是要研究要推出一个叫赡养父母法的，就是主要出发点是好了，就是要遏制就是弃养老人的一个现象啦。对。不过消息出来之后呢，就很多人在讨论，出来社会工作，我一定要给家用吗？然后过后要给父母多少家用？很多人说，如果你跟家人住的话，又不同了。对，怎么说？所以我想要把这个问题先问 George， 你怎么看呢？我用2个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待。我先以我本身的角度吧，我是一个没有给家用的人。但我没有给家用的前提是因为我的父母
不需要家用。OK， 这个是我在刚出社会的时候，我就有跟我父母探讨，我要给家用，你们需要多少？我会去问。OK， 那我父母因为他们本身是在做这生意，他们就告诉我还不需要，那你出来工作你就先顾好你自己就好，所以我就没有给家用的这个习惯但是我觉得很因人而异，也是跟家庭来去判断，所以这是我个人的部分。那回归到大家的部分我觉得考量点也是从2个角度去看，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跟你的家人去做沟通。怎么说呢？可能你今年刚出来，你的底薪是3000块。然后你问你的家人商讨，我们有需要给家用，好，给父母你要多少？如果父母给出你的一个数额是一个很不可理喻的一个 amount， 很高1000块。对 ，example 他告诉你我要1000块，那可能这个时候你不可能硬着头皮我要孝顺，华人就有一个会被这样子的道德绑架，百善孝为先嘛。父母跟你讲给1000，好，我很孝顺了，你给了他1000，可是你给了那1000过后，你怎么生活？你怎么存钱？你自己辛苦，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去沟通的，就可能可以跟父母说其实这个时候我很辛苦，那可能我可以先给个500块，那之后当我努力工作，我的有起薪了，我可能再给一些。这是我觉得优质的部分。那如果你在住家里，那住家里我听过很多很好的例子，然后身边都处理的蛮不错，就是不给家用，但分担家里的开销，就水电费，对，水电费呀，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食品啊，就是可能你是住在家里，每天的晚餐你都回家吃，那可能就是你就承包了全家的晚餐费用，for 每一个月买菜还是什么之类的。对，因为买菜其实也不会太贵的一个东西嘛，可能你就给你的母亲就一个月500块，这个是买菜用的。我觉得去 cover 自己家庭的开销，也相对来说大家会觉得更加公平所以我觉得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待但是 summarize 这整个东西，我觉得家用这个课题是永远讨论不完的，因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可能我今天说了我刚刚那2个观点出去过，第3个角度来了，我们家里很没有钱的话，我要求1000块也不过分，因为1000块可能我也是不够生活，那就两头都不到岸，你孩子也不够生活，你也不够生活，那这个情况我们能解决吗？坦白说我觉得也很难，要看他的情况。对，其实你给再多的一个 options 都好，都会有人反驳，对，是不是？是。不过我想要了解，Chloe 你怎么看呢？这个课题？关于讲这个课题，其实因为 OK， 我家里有6个兄弟姐妹嘛，然后其实我是最小，所以我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看着我的哥哥姐姐他们一做工的时候就开始给家用因为他们其实都没有读大学，我是唯一一个有读大学的。OK， 然后他们就是18岁开始一做工就一直给家用，然后那时候我中学毕业过后，我就直接去做一份工了嘛，所以那时候开始我也是有这样子的意识，就是讲OK， 我要开始给家用，所以我其实18岁开始就自己给家用，然后就存了一点钱，19岁就去读大学这样子。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在半工读的一个状态啦，所以我还是有在给家用。我觉得我的家庭没有讲到很好，但是也没有讲到很差，但是我想要给家用，就是因为我觉得父母养我其实也很辛苦，因为2个人要养6个孩子，所以我就是觉得在我的能力范围下，我就给我的家用。但是我觉得其实情况也很多种，因为可能那时候我只拿着一个假设3000块的薪水，然后可能我在外面住，然后还有吃，然后还有给大学学费这些，其实也还蛮辛苦。但是我就觉得给家用这个东西我觉得就算你没有给，但是你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对父母来讲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东西对，认同。对，我觉得不要给负担父母就已经很好很好。当你自己慢慢有能力过后，你的收入越来越高过后，我觉得你在给他们家用其实也是 OK 的。或者说你可能是外面的游子之类的，可能你久回家一次这样子，你可能讲 OK， 我请你们吃一个比较好的晚餐这样子，我觉得其实也是 OK。包个红包，可能就久回去就包个红包，就新年的时候包红包这种，就我觉得家用这个东西是有很多种方式去赋予的。其实我不懂，就是很多年轻人，我不懂他是怎么想的，就是特别是出来社会工作之后，就开始越来越跟家人那一方面的沟通，就是我报喜不报忧，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游子都会吧，对，只要是没有在跟家人住在，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因为我的家人都远在吉打州，所以我从大学开始我就在吉隆坡到现在，应该有9年时间了吧，9年10年时间了，然后其实也是一样，就是都报喜不报忧，包括我自己创业了这7年，其实创业路途并不是很顺畅，肯定的是，然后
基本上吧。可是父母他们可以感知得到，就是我的孩子还过得好不好，所以他们经常会来问我情况。当然我们就直接告诉他，这还做得很好啊，还不错，对。但是就不会有去特别告诉他说很辛苦。但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尽可能的。长大了就不要再伸手跟家里要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尽到最基本的一个孝敬的一个部分。无论是要创业还是要做什么很大的 purchase 买房，也不要跟家里要钱，对，你们这样的减轻家里的负担吧，我觉得第一步是因为他家有6个孩子，我父母生了5个孩子，其实我们半斤八两都可以很好的平分的一个成本，是不是？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一些比较轻松的课题，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说到理财，说到投资，他们都不懂，因为工具太多了，市面上你懂吗？然后又 unit trust， 然后又买黄金，很多，又crypto， 然后过后太多了，所以我想要问一下，Chloe， 我先问你，你觉得每一个年轻人他们的投资 portfolio 一定要有的一个项目是什么？你选一个吧啦，是什么？一个啊，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最基础的吧，可能银行的 fixed deposit，或者说我们讲 money market fund， 可能像他选过的 Gold Plus 啊，或者可能好像那时候 GS Bank 一开始出来也是有这种Red Bank 啊，这些其实都有。我觉得 money market fund 可以讲比较有稳定的收入，而且它的风险其实相比股票或者我们讲像我们 crypto 这些来的低一点，对，或者我们讲你把你的钱放进去 ETF 或者是 unit trust 或者是 bond 可能也可以考虑，对，但是我觉得 bond 目前我也还在学习当中啦。我觉得像我这种比较头脑四肢发达的，什么3年期，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觉得目前这种稳定收入的对我会比较好，就是 money market fund 这种或者银行的 fixed deposit。所以你偏向是保本的，是不是？对，目前来讲，因为如果我会花时间去做 research 的话，等我会开始做股票，因为其实股票我也是很有兴趣，只是目前真的太忙了，没有时间。But we learn as we go， 对不对 ？Yes. But George， 如果是你的话 ，just one signature 的，就是你觉得一定要有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并没有年轻人，如果你说投资组合不是整个理财，因为理财的话，可能我会说就是可能 money market fund、FD，这是你的储蓄的部分。那其实你问我投资组合一定要有的话，我觉得并没有，因为我觉得很因人而异，跟你们到底的目标在哪里，你的本金。即便我们说年轻人，有一些年轻人一开始他的本金就有一个10万，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可能有一些人的本金只有1000、5000。对吧？所以其实每个人拥有的这个我们的起始的资金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说你一定要有的投资工具是什么。我个人是这样看待，所以我每一次跟很多人去分享，我都说给我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给我知道你的目前拥有的资金是多少，然后你跟我说你觉得你适合什么东西，跟你已经投资了什么。 OK， 我帮他问 Let's say 如果他的目标是就是Let's say 是买房还是退休金之类的，然后过后他的那个本不大，应该是只是万出而已。 OK， 1-2万出而已。好，你觉得那这个时候我就会通过，可能他还有多长时间，他年轻人嘛，可能还有个30-40年时间才到他这个退休的年龄，那他的本金可能像万出，对不对？可能还需要的目标是300万、500万这个级别。那我说肯定要有的东西啊，可能一定是股票相关的投资工具。它可以是 growth 一定要有的，对不对 ？growth 的东西，对，所以它可以是成长型的股票，它可以是成长型的信托基金，它也可以是成长型的 ETF，或者是我们说标普500这一类型的 ETF。其实只要是成长型的投资工具，包括其实 crypto 也算属于一种，只要是成长型的那它一定要有。只不过它怎么样去看待这4个不同的东西？他学习哪一个，他觉得哪一个的风险是他最能承受的，他能怎样去分配的，那他就可以去这么做。当然这个只是他成长部分，他还是必须要有他的中风险的东西，就是可以给他稳定成长但风险偏低的，那以及最保本的东西，就最低的，可能像债券债券基金等等这一类型可能它可以给到你4%、5%的年化回酬率，但是它的风险相对股票、相对 S&P 500 ETF 来的比较低的。对，那它一定要通过这样去分配但成长型一定要有。好，接下来呢，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团结政府上台之后呢，他们就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要提升人民的财富。所以呢，你觉得在这个 goal 这个目标上面，你们会给目前的政府的这个表现打几分？然后最迫切需要改进的一个痛点是在哪里？我先问 Chloe。
打几分跟目前最需要改变的一个痛点。是，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有点难度所在的。我就是在 ambush。OK， 对目前的政策打几分？我觉得目前我可以打一个9分吧。10分满分，你给一个9分啦。对，我觉得目前所有的政策对我们的人民来讲，其实都挺好办。其实你问我，因为我其实以前对政治是有点冷感的，我是近2年才开始慢慢关注，再加上做 finance 啦嘛，每天讲新闻，就偶尔会关注一点。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政策来讲是挺不错，而且我们的也是听嘉宾讲的啦，就听嘉宾讲，哎，政府有推出什么政策这样子，我讲哦，原来政府有做这样多的东西，好像还有去年的那个未来5年计划，我觉得也是很好。然后对于要改变什么的东西，我还真的没有想法。真的没有想法是不是？是。不过久而久之，你感觉到一些不对的地方，你就有意见了了。Josh， 你怎么看在提升人民财富的这一部分，你会给政府的表现打几分？我觉得我会给8分。很高，其实也挺高的，也挺高。我往几个层面去走。第一个，我们的政府上台过后，做了第一个东西是提升我们的最低薪金。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大层面的去提高，但华人感受不到，因为我们都不在那个 range。对。我们都一出来就是3-4千，所以我们感受不到。很多人都不在那个 range。对，可是其实这个是有在帮我们全体人民去提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从过去这2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以及我们的这个第15大马计划里面，我们的大马计划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他想要往更高端的这个就业机会去成长。这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部分，人民直接会受益。我前2天才遇到一个这个做 software architect engineer 的 ，OK， 他们的薪水可能才出来不到2年，6000多7000，很高。这正是因为我们国家往着这个高科技，他们是做这 AI 相关的半导体行业，所以这就是当我们往这一些高端产业去、高价值产业去发展的时候，人民可以直接获利的地方。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方面的部分。津贴做了更多我们说targeted的这个 subsidy 啦，我们有了更多更好的一些调整，大家可能看不到但是我就讲油价就好，这个其实你问我这个targeted subsidy 下来比之前来的更好，对吧？因为之前都是统一2.05块，但targeted下来过1.9毛9，其实我们还相对省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政府在做经济政策上面包括我们最近也刚刚推出了我们这个资本市场的 master plan， 也是未来5年 master plan。我们可以看到 SC 他们也更想要在往这个投资的这个资本市场上面去做到更多的部分的帮助，除了是提升 institutional 方面，其实结构的调整肯定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跟投资者，只是我们当下感受不到它需要花时间去把整个结构给改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更好的直接套用一个国家，就是日本。日本在过去3到4年一直在重新调整过他们的整个资本市场的架构，最直接可以看得到就是日本的股市的成长。在过去3年4年，如果你关着眼睛你投资进日本市场，你现在的回酬60%、80%都可以得到，这就是直接的影响。所以现在马来西亚就是踏出那一步，怎样去提升资本市场的这个结构上面调整好了，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更加乐观跟更加可观的直接影响所以你问我给到目前的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机构人员，我给到的分数其实蛮高了。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政府它很多时候它是纸上谈兵，你懂吗？他有那个 plan 是很好的，他有那个目标是很好的。是。不过 in terms of execution， 他们有没有做到这个，就是我们人民需要持续去监督和督促和观察的了，是，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的那个求职路上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念想就是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就出来之后呢，他们很想要做内容创作者，也就是你们在做的东西content creation， 因为他们就是从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一些内容创作者的这些 portrayal， 就是哇，好像钱很容易赚。很多 sponsor， 这样很多 sponsorship 很容易赚，就聊天而已，还是拍 video 就赚到那么多钱。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你们 finance 让你们经历过最低谷的一个时光，一个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最开始创立的那3个月，对，最开始创立那3个月是我们最低谷，之后就没有低谷了。让我想想，怎么说？怎么前3个月
一个地因为前3个月我们的流量还没有起来，我们的这个追踪者人数没有起来，对然后我们也还变现不到从我们的内容上面，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没有收入的一个情况给整个我们的这家公司。那之后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就开始去 offer 我们的 production service 给到financial institution 金融机构。那金融机构他们通过了我们的这些 production service， 我们就开始赚了一些钱，可以足够去养我们的 editor 啦，养我们的一些production 的人。那能养了过后，其实我们到去年12月，我们所有都没有拿薪水。对，我们全部 co-founder 都没有拿薪水。所以你是6个月没有拿薪水，是不是？对，6个月没有拿薪水，对。所以我们都是在没有拿薪水的情况下，先如何让公司赚钱。其实公司赚钱，但那个时候刚起步，赚到的钱我们觉得保留在公司里面去做未来发展会更加好过把钱发放给个人。所以到了12月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之后1月1号开始，其实我们就进入一个全职的部分，大家都有领薪，然后我们也开始 expand 我们的团队，到目前我们从4人现在变7人的团队，对然后我们的收入啊等等的都有蛮大发展。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幸运成分在因为我们踏入了这个行业跟我们的这个发展的空间，其实是不多人在做着，就是用很小白方式聊理财。这件事情在市场上你找不到，所以我们就变成了那个空间，所以我们就更容易的变现。但你说年轻人今天如果他想要出来做内容创作，我会劝他们先找到你要的方向，跟这个方向到底有没有那个空间。因为如果没有的话，你出来可能你说全部人都在做了，全部在做。我们讲你去做一个吃播好不好？吃播博主，你去拍一家 restaurant， 他说你跟他说可能拍一次你要收他1000块2000块，他讲这个价钱我不要给，我给10个收200块的，那效果可能比你这一个好。对，你就遇到一个瓶颈。那今天我如果去对金融机构，我说你不找我吗？你好像也没有其他选择。那我们在议价的空间上面，我们就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自由 bargain 的 power。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啊。当然我觉得未来会有更多的高峰啦，是不是？不过我想要问一下Chloe，你觉得目前算是你们的高光时刻了吗？我觉得其实还不算是，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大很大的成长空间，而且目前我们的公司成立还不到1年嘛，我觉得我们 expand 的其实也还不够多。其实我们自己内部是有很多 idea， 很多东西都想要去做，只是因为目前可能讲时间方面啊、人手方面啊还不是很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很多想要去做的东西都还不能做到，所以我觉得目前还是算在成长的路上而已，还没有到真正的高光时刻。成长的起步吧。对，因为你们都是全职在投入在 Finance Lang 这里了嘛。Yes。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未来还会有什么特别的一些计划啊、一些 plannings 可以跟我分享的吗？企划方面吧，我觉得我们先从企划开始去聊。当然可能大家还有一个可能有一些我们观众有关注到，在今年4月份，我们跟 Foodie Media Berhad 一起联办了这个 Manifest。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公司的3大业务板块之一。那很多人看到了 Finance Lang，它是我们的媒体平台的一个板块，我们还有 production 的这个 service 的这个板块，以及我们做 event 的这个板块。那 Manifest 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包括我们其实每个月都会做我们的这个线下见面会，跟我们的观众们就是一个来去活跃大家的部分，这是现有的。那未来我们会开发更多不同的企划，包括了跟更多的一些马来西亚大型的企业去做了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形式，去 highlight 这一家公司去 highlight 这个行业 highlight 这个老板本身。其实这是我们在制作方面，我们觉得马来西亚也欠缺这一类型的纪录片，也是我们很想要去达到的。包括可能在未来还有一些更加小白贴切的一些企划，来让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去更加理解到我们的部分。我觉得这是在我们的媒体平台上面未来的一些展望很 C-suite 的一个发言啦，对的那个很 C-suite 的一个vision。不过我想要了解Chloe，你作为小白，你一定那个 ideas 会更加大胆、更加 wild， 是不是？来，你有什么你觉得 future plannings 可以 add to Finance Lang 的 future planning OK，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George 他其实以前就有在做着自己的 IP 嘛，但是他当时的 IP 就有一点点的卡着，然后我当时就看了内容，我觉得其实他讲的东西都是蛮好，是有那个管理地在的。然后我作为一个这个行业内的人，我就会很想要去帮他发展他的这个个人 IP， 所以我们是计划6月的时候会去开发他的个人 IP 当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大家可以多多留守我们。一定可以先卖个关子吧。2个人的 IP 我们都会去建立了。对，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那我在西序的位置，我还可以再
在聊的一个点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刚刚在最前面没有提到的。finance 堂这个板块业务为什么之所以会去做，是因为它是在我的整个理财产业的一个版图之一。因为我本身是做教育起家的，就是做理财教育，然后就有了媒体，然后包括现在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财务规划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产品本身，我们是一个 ecosystem 生态的系统去打造。那在媒体这一块，我们也想要去做的是去让马来西亚有更多我们说合法的这个 financial 的 influencer，就是所谓的 finfluencer，金融网红，我们也想要去做到建立更多有执照的。因为像我本身是拿着双认证，就是国家银行以及 Security Commission， 那可能大部分在市场看到的都是拿着 SC 的这个 Marketing Representative 的这个registration 而已。那我想要的是让马来西亚的这个金融网红的圈子怎样更好的发展的同时，可以避免大家讲错东西呢？那就是建立更多有执照真的是有知识的人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也是我们未来会发展去建立更多这一类型的 talent 上来，在我们这些平台上面，就让这些人都是通过有执照、好的渠道、好的内容分享，然后我们就可以影响到整个马来西亚的理财观念的提升这也是未来我们会发展其中一块。非常好，你要 improve 这个 ecosystem，因为我相信之前在疫情的时候，哇，很突然间因为那个时候股市大热嘛，对，很多 guru 那一些是不是对，然后过很多就是无心聊什么跟风之类的，是，所以这个是真的是有必要加强的这一方面。对，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对财富自由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Chloe， 你这东西我们好像聊过我们聊过财富自由的定义。 OK， 其实我对于可能很多人会跟我讲 OK， 可能我要有1个 million、5个 million、10个 million 我就叫财富自由。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可能 number 对我来讲不是最重要，我可能会想的是我什么时候可以不用为了钱而烦，这样子。可能我不用到大富大贵，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可以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基本上都 OK 了。当然如果再富一点的话，就是可以有一点点的钱去旅行，这个就是我理想中的财富自由了。是你在旅行这一方面也是很执着，是不是？你对一间想做了是我们虽然这个公司创立了不到1年了，他旅行了3次了巴厘岛，然后过后还有什么？台湾跟哈尔滨是。Josh， 你呢？你对财富自由的定义是？我其实一直以来都不认同财富自由这个词，我更看重的叫财富自主。我觉得永远不会有一个人是达到财富自由的，因为所谓自由是你可以追着钱走嘛。1000万、2000万、3000万，可是当你达到1000万的时候，你讲我变成2000万了，我要更多，我财富自由的号码变2000万，我达到2000万，我财富自由变5000万。但我觉得财富自主就是一个很类似刚刚 Chloe 要的那种概念，那种心态就是我可以今天不为钱而愁，我能去做我很喜欢做的事情，即便在我没有获得任何薪水之类的情况下，我还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热爱跟我的财富没有任何的阻碍的情况下，我去做。那我们需要找到就是我的财富自主的数目是多少，那就够了所以我就更加认同财富自主。因为而且很多人说财富自由，所以我可以去不工作，我就要去环游世界。其实这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我把工作跟我生活绑定在一起，而且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生活。所以你告诉我要财富自由，我觉得很难。自由了过后我做什么？我变无业游民那我更不要自由，我要自主。那我知道什么时候我要做什么工作，所以我也在为我自己的未来铺路嘛。所以我现在在修读这硕士，未来我想要修读博士，我就跟大家说，好，那以后反正上这些我的整个企业做到很大了，我不需要在自己下手去做的时候，我想要去大学做一个无忧无虑的教授就好。那我就财富又有，可是我又可以做我更热爱的东西，就是教育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自主所以我更看重的是这个财富自主的数目我也想补充一点点，因为我其实觉得很多人都会讲我希望我35岁退休，50岁退休什么之类的，但其实我发现很多我们讲你比较年长的人他们其实都还是会 prefer 去找一些工作，可能讲散工也好，打发时间。对，打发时间。因为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一整天在家里，然后你不知道干嘛，然后可能你的朋友也不得空。对，所以我就觉得生活中没有工作好像确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或者说没有热爱的事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像 Josh 讲的，就是所谓的财富自主后，我可能就是讲我可能就是今天想要种花，今天想要学包花，今天想要学煮咖啡之类的。对，就是悠悠闲闲这样子过一生，我觉得就挺好。
有好那希望热爱啦。希望我们到最后都能达到这个理想的生活状态啦。是，好吗？非常感谢 George 和 Chloe 和我们分享那么多，谢谢你们，谢谢谢 Joe，谢谢你们的邀请，好，非也希望我们常感谢。频道呢能越做越好，财源滚滚来最重要。是，大家一起，好不好？好，不知道你们听了嘉宾的分享之后呢，又有什么看法呢？都可以在留言处和我交流。那么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啦。感谢你们支持，我们再见。